一辆跑车和2辆机车正在上演街头追逐大戏。跑车上的男人名叫布莱恩，他是 FBI 的探员，2个仓皇逃窜的机车党则是他的目标。洛杉矶夜晚的街头，一辆装满值钱货物的卡车在运输途中遭到抢劫，劫匪们是一群飞车党，他们早早买通了内部人员，提前得到消息，等在卡车的必经之路，趁着夜色将车团团围住，接着利用毛钩枪进入驾驶室，朝司机射出麻醉针后，连车带货一起抢走，熟练程度令人啧舌，显然已经不是初犯。洛杉矶的年轻人都十分热衷街头赛车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极致的速度足以点燃热血，他们十分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，也将此项运动视为某种信仰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飞车党帮派。屡次发生的劫车事件影响恶劣，年轻的 FBI 探员布莱恩奉命潜入较为活跃的飞车党帮派进行卧底，但帮派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，为此他不得不先在目标人群附近的修理店工作。布莱恩总是光顾修理店附近的一家餐厅，店长尼克就是这一代飞车党的老大，沉默寡言的他看起来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。布莱恩和吧台后的米娅打招呼，米娅是尼克的妹妹。过去的3周里，布莱恩每次都要问米娅今天的金枪鱼三明治好不好吃，无论答案是什么，他最后都会要一份去边的金枪鱼三明治。米娅对这个奇男子颇为好奇，而对一个人好奇恰恰就是沦陷的开始。米娅端上一份三明治，布莱恩一边吃一边偷眼看着坐在里间的尼克，他来了3周一直没什么进展，不由得有些心急。这时飞车党的一群人来到餐厅，二把手文斯一直暗恋着米娅，看到他和布莱恩打得火热便心生不满，兄弟们也在一旁拱火，让文斯对布莱恩敌意更甚。布莱恩并不想惹事，他留下餐费准备离开，但仅仅是一句礼貌的道别都让文斯怒火中烧。他跟在布莱恩身后，勒令他以后去吃更便宜的汉堡。布莱恩表示自己喜欢这里的金枪鱼三明治，文斯却认为他来这里是为了米娅而不是什么难吃的三明治。两人一言不合扭打在一起，直到尼克出面才平息了纷争。尼克查看了布莱恩的身份证，表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连环杀人犯，还勒令其以后不准出现在这里。布莱恩反驳尼克没有权利限制自己去哪儿或不去哪儿。尼克问布莱恩是不是哈里店里的员工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他现在失业了。布莱恩不明所以的回到店里，哈里表示尼克打来电话要求开除布莱恩，他是自己的财神爷兼代言人。附近的飞车党们总是以尼克为标杆，跑到店里购买他买过的零件。哈里不想断自己的财路，也不想失去一个好帮手，左右为难的他只能叮嘱布莱恩不要再闯祸。布莱恩安慰哈里不要担心，眼下他的首要任务是想办法得到尼克的认可，这样不仅可以化解两人之间的过节，还可能一步到位混入飞车党。晚上，洛杉矶街头人声鼎沸，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聊着各自的赛车和今晚的比赛，布莱恩也在其中，他是这里的新面孔。不多时，尼克和他的车队也赶到，众人纷纷上前打招呼。一个脏辫男问尼克今晚要怎么比，尼克表示还是老规矩，一局定胜负，赌注为$2000，谁赢谁全拿。布莱恩也挤了过来，说明来意后有人打去不是会拳击就有资格和拳王比赛。布莱恩不以为意，他用自己的爱车作为赌注参加比赛，还表示要在这场比赛中赢得众人的尊重。众人嘘声一片，有人打开布莱恩小绿车的引擎盖，检查一番后估了个$10000的价。大家都认为布莱恩是来送车的，毕竟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，一出现就挑战金字塔尖的人物，实在有些不自量力。尼克也认为布莱恩只是来送装备的，但最后还是给了他参赛的机会。飙车族们开着各自的爱车来到比赛场地，他们用车墙封锁了城市的主干道，送外卖的小哥只能一边骂娘一边找的别的路。地上用红漆喷出起始线，4名参赛选手就位，他们分别是尼克、布莱恩、脏辫哥和亚裔小伙。尼克3人将车稳稳地停在起点，布莱恩却不小心冲出了线，围观的人群顿时喝起了倒彩。布莱恩在他们看来就是只上不了台面的菜鸟。布莱恩略显尴尬地将车停回起点，接着紧张地看了看旁边的几人。尼克没有什么表情，自顾自打开了车里的音响，放了首嗨翻全场的音乐，接着抬起副驾的座位，打开了氮气加速系统。布莱恩紧张得满头是汗，喃喃地念叨着一定会赢，之后也将自己车上的装备一一打开，做好准备。引擎的轰鸣声响彻街头，4辆车在比赛开始的瞬间发射了出去，速度快的只能看到残影掠过。尼克遥遥领先，布莱恩不出意外落在最后。他打开氮气系统进行了第一次加速，车速瞬间飙到140迈，布莱恩也从吊车尾跑到了第2名。这时警报声响起，提示车子的引擎排气管出现了故障。布莱恩顾不得多想，关掉了警报，紧接着进行了2次提速，下一秒引擎过热，车子爆缸，布莱恩的车尾火花带闪电。他虽然短暂的超越了尼克，但很快就被追回，车子引擎报废，直接横在了路中央。尼克率先到达终点，一群人围拢上来，裁判将这把赢来的钱交给尼克，尼克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，或许这也是赛车的趣味之一。布莱恩将自己报废的小绿车开到了终点，他傻笑着下了车，似乎还沉浸在刚刚差点赢得比赛的兴奋之中。尼克给他浇了盆冷水，表示布莱恩不仅赢不了自己，还输掉了车子，接着又吐槽他换挡速度太慢，但如果论谁的运气最好，那么布莱恩当之无愧，过量的氮气没有将他炸成残废已经是老天眷顾了。
尼克认为作为一个赛车手没有差点赢这一说，除了最后的赢家之外，其他全都是输家。遭此奚落的布莱恩却还是傻呵呵的笑着。米娅觉得有趣，也盯着他笑。负责监听警察动向的帽子男大喊：“警察来了！”众人闻言纷纷鸟兽状四散。尼克开着爱车一路狂飙，甩掉警察后轻车熟路地将车子开进一间废弃的工厂。他换了衣服，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结果还是被警察认出。尼克是赛车之王，不是跑步之王，他的2条腿自然快不过警车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布莱恩开着自己的小绿从街口闪出，再上尼克后一个漂亮的漂移甩尾加夺命 S 弯，再加刺激的下坡起飞，成功甩掉了围追堵截的警车。尼克平日里走到哪儿都众星捧月，结果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小弟们全都掉了链子。最后来帮忙的竟然是刚被他奚落一番的布莱恩。布莱恩坦诚地表示，他只是想来拍个马屁，也许马屁拍好了能保住自己的车子。尼克肯定了布莱恩拍马屁的功夫，但车他该要还是得要。布莱恩顿时有些语塞。尼克适时挑起另一个话头，他派人查过布莱恩的资料，得知他曾经因为偷车在少管所蹲过2年。尼克自以为摸清了布莱恩的底细，殊不知网上的资料可以造假，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 FBI 探员。布莱恩反问尼克的过去，尼克坦言自己也吃过2年牢饭，至于原因他不愿多说。两人说话间，几个机车党围拢上来，尼克暗自感叹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布莱恩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不过机车党手里的枪似乎能说明问题很严重。布莱恩和尼克迫于无奈，只能跟着机车党来到他们的地盘。领头的人名叫强尼，穿着性感蛇皮裤的是强尼的表弟兰斯，他们是聚集在一起的亚裔机车党。强尼打量着布莱恩的车，接着朝尼克放狠话，他要在下个月的沙漠赛中让尼克输得身无分文。尼克认为强尼想靠摩托赢自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强尼没有反驳，表示大家走着瞧。接着一行人便骑车离开。布莱恩全程状况外，正当两人准备上车离开时，强尼去而复返，为了布莱恩的车子几十发子弹，随后便扬长而去，车子直接报废。尼克和布莱恩只能步行离开。对于和强尼之间的过节，尼克表示说来话长，布莱恩认为他们还要走20里的路，说来话长就慢慢说。尼克见布莱恩求知欲如此强，便告诉他两人因为生意上的往来结了梁子，后来自己又扎了强尼的妹妹，这梁子也就越结越深。一路走回去有些费脚，两人最后打车回到了尼克家，家里热闹非凡，像是在开派对。尼克邀请布莱恩小酌一杯，米娅在窗口看到后急忙跳下床换衣服，想在布莱恩面前保持最漂亮的一面。尼克领着布莱恩走进屋，他的兄弟们正在喝酒撩妹玩音乐，没人担心他们的大哥是否已经被警察抓走。文斯解释警察来得太快，他们自顾不暇。看到跟在尼克身后的布莱恩后，十分不满地嚷嚷起来。尼克告诉众人是布莱恩帮了自己，并拿起文斯的啤酒递给他，请他好好享用。此举让文斯觉得自己2把手的地位遭到了动摇，他用眼神威胁布莱恩不准喝自己的酒，布莱恩却并未将文斯放在眼里，擦了擦瓶口大灌一口。文斯怒火中烧，等尼克和女友上楼后便打算找布莱恩的麻烦。米娅及时出现，阻止了两人之间的战火，接着拉走布莱斯并将他送回了家。第二天，布莱恩在大街上被2个便衣带走，他们的目的地不是警局，而是一处豪华别墅。这是一种新颖的街头方式，带走布莱恩的是他的上司和同事，演这么一出主要是为了避免被人跟踪监视。别墅里是 FBI 和警方合作的办公地。一个黑大哥抱怨布莱恩损失了一辆价值8万美元的车，布莱恩表示也许他可以把账单寄给弄坏车子的强尼。眼看两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，上司急忙岔开话题，聊起了近来的几起抢劫案。这4起劫案金额还高达600多万美元，但警方却迟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纳税人的钱拿起来也有些不好意思。根据卡车司机的口供，作案人员开着3辆本田思域，车底盘安装了绿色灯带，轮胎也是经过改装的，车技一流，手法大胆，基本可以断定是飞车党成员。警方现在压力山大，如果再不破案，卡车司机们就要自己想办法了。如果真的让他们自己查，对警局甚至政府的公信力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为此，警方只能对外宣称已经快要结案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出真相，挽回声誉，保全警局和政府的面子。布莱恩表示这件事多少和尼克有关。布莱恩拖着那辆报废的车子找到尼克，他觉得这辆车还能抢救一下。尼克的搭档小修打开了车子的引擎盖，如布莱恩所言，这辆车的引擎值得被抢救，换些零件几乎能跑赢所有赛车。尼克闻言豪爽地表示尽管改，所有费用都记在自己账上。他建议布莱恩参加不久后的沙漠极速比赛，还邀请他下班后过来帮忙。米娅告诉布莱恩这是尼克接受他入伙的讯号。小修是个改装天才，赛车的各个部件他都如数家珍，对他们的性能也是了如指掌，一度让布莱恩觉得小修应该在麻省理工的教室里上课。小修告诉他自己患有注意力缺陷症，虽然数学成绩名列前茅，但其余科目基本全挂，后来自然而然辍了学。现如今引擎对小修来说就像良药，能够治愈他的不安和焦躁。布莱恩渐渐融入了尼克的圈子，但和文斯的关系依旧势同水火，两人能够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经是极限。米娅本就对布莱恩有好感，为了拒绝文斯，便主动邀请他一起吃饭，要去的还是文斯推荐的一家餐厅，可以说是杀人诛心了。这天
尼克的朋友维克托来到汽修店，拿出一个单子让布莱恩照着订些货，还告诉他每样要3个。布莱恩接过单子，发现都是些本田思域的配件，再加上每样3个的要求，布莱恩怀疑维克托就是飞车抢劫案的罪犯之一。晚上，布莱恩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偷偷潜入了维克托的车库，结果却发现他车子的轮胎和劫案现场的并不匹配。布莱恩准备离开时，被文斯一枪拖砸晕了过去，接着又被拖到了尼克面前。尼克问布莱恩想做什么，还嘱咐他想清楚了再说。文斯手上的枪很容易走火，布莱恩表示只是想在沙漠极速赛前摸清对手的底细，包括他们用的什么车，做了哪些改装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尼克问布莱恩是不是要查遍所有人的车库，布莱恩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是，还表示这场比赛自己输不起。文斯一再提醒尼克，布莱恩是警察，可能是为了测试，也可能是认同布莱恩说的知己知彼。尼克带着他潜入了强尼的车库，布莱恩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劫案中丢失的 DVD， 还没等他仔细确认，在门口望风的小修打来电话，通知他们强尼回来了。尼克几人急忙躲了起来。强尼和兰斯带回一个叫泰德的人，从3人的对话中得知，泰德曾向强尼保证极速大赛前1周就能拿到顶级的日产 SR20 引擎，结果时间到了却没见到引擎，车子缺了引擎就像人缺了心脏。怒火中烧的强尼要给泰德一点颜色看看，他拔下机油管子塞到泰德嘴里，一边让他尝年度40的机油是什么味道，一边逼问引擎在哪。就这样，尼克几人看了出大戏，顺利离开了车库。布莱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给了上司和警方。黑大哥认为应该马上逮捕强尼一行人，布莱恩却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能算是有效的证据。强尼一行人有很多说辞可以脱罪，他需要再搜集一些铁证。尼克带布莱恩看了他和父亲组装的一辆跑车，它的速度很快，1/4英里只需要9秒，足够快也足够难以控制，所以尼克从来没有开过它。顺着这个话题，尼克谈起了自己的父亲。他参加职业改装车大赛，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转弯时，一个叫林德的男人内线超车碰到了他的保险杠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尼克父亲的死亡。1周后，尼克偶遇了林德，仇恨让他拿起扳手将对方砸成了重伤，这也是他入狱2年的原因。这件事后，尼克也被剥夺了参加正规比赛的权利，但赛车一直是他心中的信仰。周遭人和物快速倒退的那10几秒，是唯一能让尼克感觉到自由的时刻。速度快到人在前面跑，魂在后面追，可以说是极致自由了。晚上，布莱恩和米娅一起共进晚餐，两人的关系水到渠成，当晚便共度了春宵。不巧的是，劫案再次发生，上司打来电话告知布莱恩，他们准备在下午5点逮捕强尼和他的犯罪团伙。布莱恩迷迷糊糊地表示同意，转头继续和米娅腻歪在一起。警方雷厉风行抓捕了强尼一行人，然而经过调查却发现那些 DVD 并不是赃物，他们目前只能起诉强尼非法持有武器，但强尼父亲手眼通天，已经将一行人保释了出来。黑大哥认为是布莱恩的信息误导了警方，还大言不惭地表示他有推卸责任的权利，甚至还强制要求布莱恩哪怕身份暴露也要在36小时内结案，自己要的只有结果。没错，漂亮国是这样的。同事暗示他拿嫌疑最大的尼克交差，布莱恩却相信尼克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痛恨蹲监狱的人，也绝对不会冒险制造劫案。布莱恩只有36小时，他也只有3个选择，要么找出真正的罪犯，要么抓了尼克交差，都做不到就只能被炒鱿鱼。布莱恩心急如焚，他要先确定尼克是不是罪犯，于是便谎称自己吃不起饭，想借尼克的门路赚些外快。尼克一头雾水，布莱恩表示靠修车卖货根本供不起赛车改装，他相信尼克还有别的生财之道，不管是什么，希望能拉自己入伙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尼克拿出极速大赛的地图，表示一切都等布莱恩赢得比赛之后再谈。比赛当天，现场的气氛热火朝天，尼克的女友轻松赢下了对手，小修则对上了强尼，他赌上自己的赛车，希望能在老爸出狱前赢一笔钱。布莱恩劝小修不要冲动，强尼的车子少说投进去10几万美元，小修却坚持自己能赢，结果输得底裤都不剩。为了保住车子，他选择了逃跑。晚上，布莱恩无意中看到米娅和尼克起了争执，尼克似乎要去做一件十分危险的事，米娅劝阻无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。布莱恩越发怀疑尼克要做的事和卡车劫案有关，他向米娅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并解释对他的感情没有掺假。眼下卡车司机组成了自卫队，相关执法部门也在盯着这几起案子，大家都不希望尼克出事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他继续犯罪。米娅本就不赞同哥哥的行为，在布莱恩的劝说下，最终答应大义灭亲。另一边，尼克几人来到藏本田私域的热能场，女友和2个兄弟都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尼克让他们放轻松，干完这票大家就能放个长假。看来布莱恩信错了人，尼克确实是飞车劫案的幕后黑手，这次的目标他们盯了3个月，说什么都不会让到嘴的鸭子飞了。几人做好准备便开着车上了路，他们的预感没错，这次的行动并不顺利。卡车司机随身携带了霰弹枪，趴在车头的文斯被钢绳缠住，进退不得。女友在解救文斯的过程中被司机撞翻了车，尼克让另一个兄弟去查看女友的情况并带她离开，自己则尝试着靠近卡车救走文斯。然而司机手里的霰弹枪实在是个大威胁，尼克根本难以靠近。
挨了几枪的车子也冒着烟罢了工。这时候，布莱恩和米娅根据手机定位追上了尼克，他一脚油门顶上了尼克的位置，把方向盘交给米娅后跳上了卡车。布莱恩帮文斯解开了钢绳，让他抱紧自己不要松手。此时司机正在往枪里上子弹，布莱恩将文斯扔到了自己车上，自己则在司机开枪的同时跳到了车顶。一行人终于顺利脱险，尼克三人也追了上来。布莱恩表示文斯状况不太好，需要马上送医救治，他也顾不上思考会不会暴露，掏出手机以警察的身份呼叫了救护直升机。尼克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到了警察2个字，但陷入休克的文斯让他无暇去质问布莱恩。直升机很快赶到，文斯的性命多半是保住了。尼克几人准备驾车离开，米娅迫于无奈在哥哥和男友中选择了前者。布莱恩驾车追赶，两人在尼克家的车库前面对面交锋。尼克开出了父亲改装的那辆车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枪。布莱恩劝尼克不要再逃，他没有叫警察过来，大家朋友一场最好都体面一些。尼克根本没想逃，他要在强尼之前找到小修。小修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落到强尼手里下场一定不会好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小修开着车跑了回来，他十分害怕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正手足无措地向尼克道歉时，强尼和兰斯骑着机车追来，他们举着枪无差别攻击，随后便扬长而去。尼克和布莱恩躲过了子弹，小修却没有那么幸运。布莱恩驱车追赶强尼和兰斯，尼克抱着小修的尸体悲痛欲绝，他恨恨地看着强尼和兰斯离开的方向，随后将小修交给米娅，也开车追了出去。人迹罕至的街头，布莱恩和强尼兄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飞车枪战戏码。一番追逐后，布莱恩被两兄弟前后夹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尼克追了上来，一个漂移甩尾将兰斯撞了出去，布莱恩也开枪击中了强尼。接下来就是尼克和布莱恩的比赛，两人在火车驶来的瞬间双双冲出铁路，然而下一秒尼克就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，人没什么大碍，车却彻底报废。布莱恩跑过去查看尼克的伤情，这时一阵警笛声传来，尼克没有再逃，布莱恩则将自己的车钥匙递给了尼克，他欠尼克一辆赛车，也相信对方在处理完必要的事情后会到警局自首。这一举动在影视作品中是情义的体现，但在如今的法治社会绝对是不正确的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可以欣赏艺术作品，但心里一定要有一把尺，明辨是非，约束自我。